你确定要删除和吴燕的所有爱情记忆？我确定，删除记忆后将永远不能恢复，甚至可能会影响你宇宙飞行状态。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我确定。你要不要再考虑下？放心吧，我知道记忆删除器可以选择删除情感记忆，不会有副作用。婉星，是吴燕。星辰集团的河外之旅试航成功了。7天后，不仅是我和太太孟婉星结婚7周年纪念日，也是我们从童年相识到现在20年纪念日。我会在整个银河为她开出一片专属她的星辰花海。吴燕真的满足了所有女人对爱情的想象，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人羡慕呢？越是面面俱到的深情，越是虚伪。她能满足所有女人对爱情的想象，自然不会忠于我一个人。老公，我被困在冥王星，设备动力故障，需要远程协助。吴燕，你到底是爱我多一点，还是爱孟婉星那个木头多一点？这有什么好比的？我只是爱他的灵魂而已。你就不怕他知道？他可是刚刚退出和你的竞争，那可是飞往河外星系的唯一名额。只要我拿到了这唯一的飞行机会，我就是河外之旅第1人。到时候就算他发现了我出轨又能怎样？他还得靠我实现他的梦想呢。这是爱情记忆删除器，删除只能你自己操作，有效期7天。你考虑清楚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只后悔醒悟得太晚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删掉的不是回忆，是拖累我7年的枷锁，是困住我20年的执念，是被情爱所耽误的理想。你明明对鱼肉过敏，为什么还要一直给我做鱼？那你为什么愿意嫁给我这样一个穷鬼呢？因为我爱你啊。我也是啊，我答应你我会一辈子为你做你爱吃的菜，也只为你做。你就多吃点，我先走了。今天公司要开河外之旅的筹备会，晚上等我带好消息回来。好的，路上小心。把陪男人吃饭当成人生价值。倩倩，怎么了？删除了7年婚姻痛苦记忆，有什么不良反应吗？没有，反而更加通透了，分得清哪些真哪些假。一个人一生的情感记忆删除只有7次，删除次数越多，人越理性。那我希望删除完情感记忆的那一天到来的再早一点。好吧，明天上午给你约了飞船模拟舱训练，不要忘了。好。你是许愿，我的家不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谁说这是你的家？这房子没有你的名字，是吴燕的吧？老公，我爸妈留给我的那套别墅已经过户到我名下了，我们搬过去吧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住你爸妈的房子。我娶你是因为我爱你，我要靠自己的努力给你一个家。这里面是我存的150万，咱们一起为我们的小家努力吧。好。你还真是能装，我都让你在电话里听到我和你老公上床了，你竟然还装的什么事都没有。而且吴燕根本就不爱你，你知道她为什么不肯住你的房子吗？因为想你跟她一起供养她的房子。这就是所谓的爱情。识相点儿，就快点从吴燕里滚出去。你的男人是我的，你养的房子也是我的。吴燕知道你来找我吗？你也不用来我这儿证明你跟吴燕的感情有多好。如果真的像你描述的那样，你也就不会来找我了。还有，我劝你也不要太得意，他能找到你这个小三，也能找到下一个小四。我看吴燕把你甩了，你还会不会这么得意？
你放心，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，我会先甩了他。我以为删除痛苦的回忆就能让我走出来，可现在才发现那些被我无限美化的过往才是深渊。现在的我，要亲手删去这份虚假的幸福。我的天，你整个人完全变了，褪去儿女情长，气场直接拉满，比大学巅峰时期还要耀眼。记忆删除的效果这么明显。现在的我隐约记得所有细节，但我根本体会不到半分心动和不舍。这就是我要的结果，记得发生的事情，却不会被情绪所困住，脱离了束缚，更加看清人心。说真的，听到你为了吴燕放弃参加河外星系之轮的选拔，大家都为你觉得可惜。我完全不能共情当时的我自己，想不通怎么这么愚蠢，主动让步。现在我不仅要和他争，还要将他彻底碾压。还以为你是怕太强让吴燕没面子，弱者才需要靠别人退让成体体面。你还记得吗？当初吴燕就是在这个模拟舱里向你求婚的。我当然记得了，一场刻意的表演罢了。晚星看头顶。婉星，嫁给我，以后让我养你好不好？我会把整个宇宙都献给你。过去的事了，我们快训练吧。这模拟舱可真大呀！我男朋友说了，今天会在这里向我求婚。你男朋友是谁呀？上一次在这里求婚的可还是星辰集团的吴总呢。你男朋友也太浪漫了吧，在太空基地模拟舱求婚，给你写星空情书，每天接送你训练，你上辈子是不是拯救了银河系？那当然，他说在他眼里，我才是最重要的那个。这个许愿，大学就死缠吴燕，那些星空情书、训练接送，全是当年吴燕对你的专属操作，套路复用，流水线式浪漫，没什么新意。幸好醒悟的早，不然还会再被他骗一次。许愿，你快看头顶！这也太离谱了，一模一样的场景，一模一样的浪漫。那正巧说明了，吴燕当初求婚并不是发自真心，都是套路。如今重新复刻，换个人演戏。许愿，除了不能给你婚姻，我会把整个宇宙都献给你。吴燕，你可是会重复利用。在一起，在一起，我愿意。还是不要了，我男朋友的身份需要保密。这不是我们的星际男神吴燕吗？没想到你为了我，竟然愿意公开身份。除了婚姻，我能给你的也就是这些了。谢谢你，吴燕。婉星，我们就这么看着，太欺负人了。不必动怒，闹剧该收场了，不用为不值得的人浪费感情。婉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删都删完了。幸亏你把7年婚姻记忆删除了，这种渣男太膈应人了，心疼你，在你最难过的时候我都没有陪着你。我没事啊，再说了，还要多亏你给我的记忆删除器。婉星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太空基地又不是你家的，我们不能来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你们是刚来吗？
明天就是河外星系之旅公布名单的日子，回家换身衣服吧，别因为生病影响发布会。那个，接吧。这点事儿都要我操心。今天这是最后一次，再有下次你就离职滚蛋。河外之旅出了点问题，我得马上去一趟，最多2个小时我就回家了。我就是要让你知道吴燕有多在意我。婉星，我们把跟吴燕的所有记忆都删掉，彻底不再心烦。不急，记忆可以慢慢清，公道必须立刻谈。他敢对我做这些事，就要付出代价。他们竟然在基地旁边的酒店开房，真不要脸！明天早上7点就是河外之旅发布会，吴燕当然不敢错过时间，这可是他努力了7年才拿到的机会。吴震也太过分了！你们明明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他竟然也会背叛你！从前我真的看错了他。不是你看错了他，是人会变的。人的样子不是由过去组成的，而是当下的每一个选择塑造的。人性本是自私的，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。过去的他选择我，可能是因为爱情，也可能是需要我的助力，但现在的他羽翼丰满，自然会有更多的选择。跟去看看吧。你不会是要抓奸吧？我给你生个孩子好不好？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的孩子只能是我的太太生下的？不就是因为孟婉星聪明，你觉得她基因好吗？不是，是因为她是我的太太，永远都不是你。你要去哪儿？当然是回家找我的太太。希望你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不要有下一次。吴燕，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让你明天得不到飞行名额。喂，我要举报吴燕博士。吴燕，我会将你彻底从我的生命中清除。本届河外之旅只有1个名额，2位候选人分别是吴燕博士和他的妻子孟婉星博士。经过太空总署严密考评，我们将在今天公布最终人选。吴燕博士怎么还没来？对呀，他放弃竞争的妻子孟婉星都来了，他该不会为了妻子能当选，故意不来了？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。吴燕博士这么好的男人，就不能人手一个吗？你们是没见过男人吗？司机，你就不能快一点吗？你知不知道我可是太空局的？你太空局的还坐出租车干什么？你直接飞过去不就好了？你别跟他一般计较，气坏了身子。都怪你！要不是你叫我过来，我怎么会被人举报？明明是孟婉星举报的你，你却反而怪我。你难道还看不出来，他根本不想让你得到飞行名额？你自己坐车吧，我得走了。既然吴燕博士还没有到，我们先来听听孟婉星博士的发言。孟博士，关于这次选拔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和吴万博士为了河外星系之旅的飞行名额，已经准备了整整7年。但如果今天只有1个人站在这里竞选，这个机会就没有意义。婉星是不是恋爱脑没救了？记忆都删除了，怎么现在还在为吴燕说话？所以我是不会放弃参与竞选的。原来在这里等着呢。请等一下，您说的是您还会继续参与河外星系之旅的名额竞争，对吗？是的，我要尊重规则，尊重实力，尊重我7年的坚守。倘若我就此退场，世人只会说吴印博士是靠我的退让才拿到这个名额，这对吴印博士是多大的羞辱啊！所以，我请求总署尊重每一位候选人，让实力说话，让强者胜出，也给吴燕博士一个公平的机会。婉星，你怎么突然改变主意重启竞选？我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？你的航天梦想，我来帮你实现。你是不是忘了我们的约定？
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也该为你做点事，总不能让外人觉得我这个做妻子的不知好歹，一味索取。你说对不对？婉星，怎么了？谁的电话？航天署初选没过，实操他们说还行，理论底子太薄，10年苦功被人一句话否了。这个给你，我把这几年航天理论的重点全整理好了，疑难公式的推导过程都写了注释。你看完这些，下次一定能过。婉星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爱你啊。我一定会出人头地的，绝不会让你后悔嫁给我。我先走了，约了切西吃饭。我上次说给你准备的星辰花海，你记得来看。这次是真的，整个银河都会为你亮起来。你说的星辰花海、宇宙浪漫，留给别人吧，我不缺。他以前看我的眼神不是这样的，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这样？我怎么没发现？婚姻是算计，求婚是套路，那大学呢？他骑自行车送红烧肉，自习室陪到凌晨2点，星空观测时说我们一起飞向河外，这些也是演的吗？婉星，来学校怎么不叫我一起？别挡路，我自己走就好。他就这样，从小脾气大，我都习惯了。这个人是孟婉星的男朋友。又去找孟婉星了？你是真喜欢他，还是想蹭资源？他是我们这届最强的，天赋第一，心理素质第一，实操碾压所有人，跟他绑定，我在航天系就能站稳脚跟。那你自己呢？真心有几分？我不知道，也许都有吧。我记得他每天打饭陪我训练，在星空下说爱我，每一个细节都清楚。但那些画面现在看就像一部自己主演的纪录片，认得主角，不理解他的心动，不被旧情绑架的清醒，比虚假的温暖值钱100万倍。一切都和8年前一模一样。婉星，我们去吃以前你最爱的红烧鱼窗口吧。好。很多年前，有人会把剔好刺的鱼肉夹到我碗里。说起来，以前吴燕天天来给你打饭，那叫一个准时。冬天的时候还会把饭盒裹在自己外套里保温，吃个饭都像捧了个宝贝。快吃，快吃！我突然觉得这鱼一点都不好吃。婉星，你以前不是最喜欢吃红烧鱼了吗？不。是因为吴燕喜欢吃，但是她买不起，所以我才说我喜欢吃。我以为你是跟吴燕结婚后才委屈自己的。以前怎么会那么蠢呢？勉强来的合适，其实就是不合适，难道不是吗？如果我早一点察觉，你就不会受这么多委屈了。没关系，反正一切被受害的感受都删除，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，什么时候也不晚。好久不见，学长，这么久没见，你还是一点没变。婉星，你比以前沉稳了很多。经历了一些事儿，想通了一些道理。大一迎新晚会还记得吗？当时我在台下被婉星的发言震惊了，那股意气风发的劲儿，我现在还记得。有件事一直不知道怎么告诉你。那天晚会，我在后台帮忙调灯光，正好听见吴燕，那时候还是你男朋友，跟朋友说话。今晚就彻底把他和我绑在一起。这样能获取的利益只多不少。以前听到这种话会心痛吧，会呼吸不上来吧，现在只觉得恶心，生理性的反感，不附带任何悲伤。谢谢你告诉我，季学长。你还好吗？我很好，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这什么人啊？大学就算计你，我当时在台下还觉得他好浪漫。我不难过，我只是觉得恶心。
我记得那天新生代表发言，他在掌声中捧花上台，单膝跪下，周围所有人起哄。我记得我当时心跳加速，脸烧得通红。现在这些画面还在，但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彻底消失了。我甚至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当时的我会感动到那种地步。在想什么？在想，代价这东西，有时候其实也是礼物。别怕，我教你，慢慢来。这里按下去就是启动应急系统。燕哥，你好厉害啊！以后我也能像你这样飞上天吗？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专属基地，你陪我练，我再教你。他在复刻当年对我做过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句台词。揉头发，我教你专属基地，那套台词用过多少遍了？你注意到吴燕的眼神了吗？她交许愿的时候一直在偷偷瞄门口，她知道你会来，她在故意气你，她以为你还在乎她。可惜，我连生气的能力都删了。他演的这场戏，唯一的观众缺席了。吴燕，你现在做的事，我记得以前你也对我做过，这里会痛的。以前像被人攥住心脏拧了一下，现在什么感觉都没有，真的空了。空了好，空了就不会再受伤，空了就可以装满自己想要的东西。航天数据、轨道参数、星辰大海，这些比爱情可靠得多。哎，这舱门怎么打不开？昨天不是我最后一个用的吗？里面有人吗？这不是吴燕学长吗？他和许愿在里面待了一晚上，孟晚星学姐也在，这也太尴尬了吧！晚星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我昨晚调试设备太晚，不小心把舱门锁了。我们只是在里面讨论项目。你和他昨晚一直在这里吗？不是的，我们就是讨论项目。他是我带的实习生，我们什么也没干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们有什么特别关系呢。怎么可能？都是误会。我和他是普通同事关系。晚星，你千万别多想。好吧，下次别这样了，大家都误会了。毕竟你现在是候选人，要注意影响。婉欣，你刚才也太牛了吧，演技实在太好了，我差点都信了你还是那个吴太太。你没看到许愿的脸绿的跟菠菜汁儿似的。他不是最爱演深情吗？那我就陪他演到爽。他演给观众看，我演给他看，看谁的演技更持久。那现在呢？去哪儿庆祝？去吃饭。我发现放下一切之后，连鱼都变好吃了。以前吃鱼总觉得是某种仪式，是他爱我的证明。现在吃鱼就只是吃鱼。婉星，说真的，你变了好多。以前的你不会这么算计，不会陪他演戏。以前的我是猎物，猎物不需要算计，只需要乖乖待着。现在的我是猎人，猎人需要耐心，需要策略，需要在最合适的时机。猎人当不久，可能就忘了怎么当猎物，也忘了一些别的事。说真的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河外之旅最终考核只剩5天了，该准备的我都准备好了。这7年我虽然退出了竞争，但训练一天没落下。有件事我一直在想，你删了那么多记忆，7年婚姻，大学4年，你确定不会影响考核？模拟舱操作需要高度专注，万一在关键时刻……不会，我测试过了，删除器只剥离情感，不损伤技能记忆。那就好，我只是担心你。倩倩，你觉得我变了吗？当然变了，刚才不是说了，不是那种变，我是说，我还能变回原来的自己吗？你原来的自己是那个为了一个男人放弃梦想的孟晚星，你现在要变回的是更早的自己，那个在迎新晚会上说我要飞向河外的孟晚星。你只是绕了一段路，现在重新找到了那条路，这不叫变不回去，这叫回来了。说得对，走吧，去吃饭。你们不知道，我男朋友对我可好了。他说以前都是别人照顾他，只有我让他想主动付出。他说在我这里，他才感觉到什么是真正的爱。哇，也太宠溺了吧！可不是嘛！上次我说想吃城西那家糖水，他凌晨5点起来排队，排了2个小时，手都冻红了。8年前我说想吃城西糖水，第2天清晨6点，吴燕出现在宿舍楼下，手冻得通红，胖着保温杯，说的台词也是这一套。突然觉得这鱼怎么这么好吃？比以前吃过的都香，可能是因为这是我自己付钱买的。8年前的我和现在的许愿有什么区别？
都是被同一套程序欺骗的用户，区别在于他的程序还在运行，而我已经清空了系统。倩熙，你说一个人如果完全感受不到感动和怀念，如果是被虚假的感动骗了20年，那感受不到反而是好事，那是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。也对，但我对其他的感觉也在变淡。昨天看到一个小孩在街上摔倒，我记得以前会心疼的，现在只是确认他没有受伤就走了，像一个机器人。你删除的是和吴燕相关的情感记忆，影响的是那些被污染过的情感回路，其他的需要时间慢慢恢复，就像一棵树砍掉了病变的枝干，新芽总要时间才冒出来。谢谢你，千欣。谢什么？快吃鱼吧，凉了就不香了。吃吧，他们家的鱼味道很好的，今天可要吃得饱饱的。孟学姐，你也来听课呀？好巧，是燕哥特意叫我来的。他说季教授的课对我特别有帮助，课后会专门给我讲题。哦，燕哥还会亲自带我模拟练习，就像当年带你一样。后排同学请保持安静。婉星，昨天的事是误会，我订好了私房菜，中午一起去用餐吧。我和季学岗有约，要探讨数据分析，就不去了。许愿也在这儿，你问问他吧。我不知道他在，我专程来找你的。我先走了，你们慢慢聊。他如今看我的眼神，像看待笑话一般。河外之旅的名额只能属于我，我绝不能在此时功亏一篑。婉星，你今天在教室里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故意让我难堪，对不对？我只是实话实说。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还想参选河外之旅？你曾让我帮你实现梦想。梦想我决定自己去实现，有问题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怕你太累，想护着你。我们一直都是这样，这样不好吗？护着我？吴燕，你到底是想护着我的梦想，还是想借着我的梦想坐稳你航天才子的位置？你不是真的爱我，只是需要我的天赋为你造势。你爱的只是光环，从来不是我本人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们有20年的感情，20年的感情，有多少是真心，有多少是利用，你心里清楚。这双手牵过他，抱过他，给过他糖，也给过他刀。哪些动作是真心，哪些是计算，我分不清了。婚姻是算计，求婚是套路，大学是利用，高中就算是演的，我也得删干净，留着就是后患。删除了，我就知道你今晚肯定会动手。怎么样，有没有不舒服？还好，只是头晕恶心，说明血是正常反应。你别硬撑，要是实在难受就给我打电话，我过去陪你。对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吴燕今天去基地找总教官了，问你的训练数据，我觉得他想在背后搞小动作。意料之中，他除了搞这些小动作也没别的本事了。他也太不要脸了，自己实力不行就搞阴的。他本来就是这种人。婉星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我总觉得你删的太多了，会不会以后连我都不认得了？不会，你跟他不一样，你是我自己选的家人。删空了好，空了就不会再被人拿捏了。我靠，你这成绩直接断层了，比第2名高18个百分点。吴燕最好成绩比你低20分。总教授刚才还在问你，说要把你的操作当教学范本，只是正常发挥。你看，收到总署消息，立刻就来打感情牌了，还是老套路。那家蟹黄包2年前就倒闭了，他上哪儿买的？怕不是随便找了家店糊弄你？不重要，我已经尝不出那东西的温度了。
怎么了？又晕了？是不是删除记忆的副作用？没事，说明书上说这是正常的神经适应反应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婉星，你回来了，快来！我特意绕了大半程，去你高中最爱吃的那家老字号买的，排队排了2个小时。还记得高中吗？你月考那天特别馋这家，我5点就去排队，冻得手都红了。你抱着包子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蟹黄包，还说以后要我给你买一辈子。我现在不爱吃了。怎么会？你以前明明最爱这个，是不是凉了？我去给你热一下。不用了，吴燕，你不用再费这些心思了。你想让我心软退出，我明白，但我没有旧情可以让你利用了。那时候我的父母刚过世，我寄人篱下，连哭都不敢出声。你别哭了，把我的奶糖分你一半，不哭了好不好？小时候的记忆我不删，这是我自己的光，不是你的。我不能把我自己的光也删掉。孟学姐，你看这手链好看吗？燕哥昨天刚送我的，现在戴我手上正合适呢。这是我大学时候编坏了扔了的那条，收尾的地方有个死结，你没摸到，他捡回去洗干净就送你了，还挺节俭。你胡说，这明明是燕哥特意给我买的，你就是嫉妒我。我嫉妒你什么？嫉妒他把我不要的垃圾送给你，还是嫉妒你捡了我扔的东西还当宝贝？太解气了，你现在嘴皮子也太厉害了。不是我厉害，以为抢了别人的男人就赢了，其实只是捡了别人不要的垃圾而已。我说过多少次，最近出了些情况，一定要保持低调，不要在基地里公开来找我。这手链是你从地上捡的，对不对？是孟婉星大学时候编废了扔掉的东西，你捡起来洗干净就送给我了，对不对？谁告诉你的？今天在餐厅，孟婉星告诉我的。你知不知道我戴着这个手链在所有人面前炫耀了多少次？我每次都跟他们说，这是我男朋友凌晨排队买的，是他亲手编的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。结果是他不要的垃圾。所以呢？所以呢？你还有脸问所以呢？你是我的什么人？女朋友、未婚妻还是合法妻子？你什么都不是，你是我养在外面的一个消遣。消遣不需要知道礼物的来源，你只要收下就够了。你不该去他面前炫耀，你的愚蠢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了。7年前我刚来基地实习，你说我聪明，说我漂亮，说我是唯一能让你放松的人。你让我帮你，我就帮你；你让我等你，我就等。你说除了婚姻什么都能给我，你不是爱我吗？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你手里的钱够你换个城市重新开始。吴燕，你以为你给我一张银行卡，我就该感激涕零的消失？你以为你威胁我？你错了，你不给我留活路，我也不会给你。你等着。本次河外星系探测任务的选拔全程公开透明，所有候选人的训练数据、身体指标、心理素质都会实时公示。我再重申一遍，严禁以任形式干扰、搅破、恶意竞争、造谣抹黑其他候选人。一旦发现，直接取消资格，永不录用。情节严重的，还要追究法律责任。以前开会他总会偷偷看我的，还会在笔记本上画小星星，我以为是随手的涂鸦，后来才知道那是他设计的深空导航符号。现在他眼里只有参数和数据。坐在那里的人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孟婉星吗？婉星，你真的决定要参加竞选吗？这个任务非常危险，不是闹着玩的。你身体吃得消吗？而且我们2个还要同台竞争，这多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有什么可影响？你听我一句劝，退出来。你忘了我们的约定吗？7年前在出租屋里，你说你想看看河外是什么样子，我说我一定带你去。吴燕，你害怕了？什么？你害怕在公开场合和我比，因为你知道论实力比不过我。我不是怕和你比，我是怕你受伤，出什么意外。这种话说出来，你自己信吗？你关心的应该不是我疼不疼，而是我还有没有资格参加比赛。婉星，我们要一起飞向河外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。对不起，这个名额我不能让，我没得选了。你为什么一定要跟我争呢？像从前那样不好吗？吴燕，你在这儿干嘛？婉星，我来接你。这是你高中最喜欢喝的那家奶茶，今天特地绕路去买的。我记得每次竞赛前，吴燕都会出现在教室门口给我送奶茶。以前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喝的奶茶，现在想想，她不过是用一些不值钱的温柔来哄骗我罢了。就像现在，试图哄骗我心软放弃竞选。我现在已经不喜欢喝奶茶了。婉星，还有，你不用再费力了。你做这些事的动机我很清楚，
你想唤起我的旧情，让我心软退出，但很遗憾，我没有旧情了。那些和旧情相关的感知回路已经被我清空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孟晚星，这不是你，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你会笑着接过奶茶，然后告诉我今天训练发生了什么，你会说这杯特别甜，然后把珍珠都留给我吃。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认识的那个孟晚星，她还会回来吗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等你回来。晚星，你看，还记得吗？到最后一天，房天你发高烧了，还在改代码。我说别写了，休息吧。你说不行，这是我们一起的梦。我不记得了。怎么会不记得？你说梦想是飞向河外，我说我帮你实现，你说不，我们要一起飞向河外。我当时举着奖杯说孟晚星的梦想就是我吴燕的梦想，那些话每一句都是真心的。我说的不记得不是每一个字，但我感受不到任何温暖、感动、怀念。你再翻旧照片都是白费力气，你明白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你还记得，但不在乎了？准确的说，是无法在乎了。就像一台被格式化的硬盘，文件目录还在，但打开全是空白的。你明白那种感觉吗？孟晚星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是不是用了记忆删除器？忘记是丢掉了钥匙，不在乎是锁还在，但他不在乎里面关着的是谁了。孟晚星同志，有人匿名举报你身体素质不达标，体能数据谎报，不符合河外任务要求，总署需要对你复核调查，这是流程，任何举报我们都必须核实。这是我近3个月官方体检报告，航天总署指定医院出具，每一页都有医师签字和医院公章。这是基地全程实时体能监测数据，每一天每一项都有电子存档可查。这是航天医师签字盖章的健康证明。这是心理评估报告，全部由总署与基地联合进行，全程留档。张主任，所有材料真实有效，体检数据与电子档案完全一致，体能监测记录完整无间断，没有任何修改。孟晚宗同志各项身体指标完全符合河外飞行最高标准。抱歉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可以正常参加明天的最终考核。多谢总署公正核查，我也希望总署能查清举报来源，不是为我，是为保证选拔制度的严肃性。倩倩，吴燕动手了，她匿名举报我体能数据谎报。真是他？你确定？除了他，没有人这么害怕我参选。幸好我提前做了准备，所有材料都很齐全，已经通过审查了。晚星，你现在是什么感觉？我知道我应该愤怒，应该失望，应该觉得被最亲密的人捅了一刀，但我的情感细浆像被防火墙，所有这些情绪都进不来。我只是觉得无聊，他用了这么低级的手段。这样也好吧。我也说不上来，但至少不会影响我发挥。明天考核见。这就是个疯子，就为了一个飞行名额举报自己的妻子，被查出来他自己也得进去。他已经没招了，软的回忆杀、蟹黄包、奶茶申请调白全部失效，他现在只剩下硬的。匿名举报是第一波，被驳回之后，他可能会在考核当天动手脚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们不能等着他出招。他不是想让我意外退出吗？那我就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自己把路走死。他不是想暗中动手脚吗？那就让他以为有机可乘。你是说我们先布好局，等他跳进来？对。让他自己动手，然后他自己承担后果。我不需要陷害他什么，他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，我只需要让这些事情被看见。我这就去准备监控、备份设备、证据保全。你放心，保管让他一点小动作都藏不住。吴燕，你当年在迎新晚会上算计我，用的是我最信任你的那一刻。现在你要在考核上算计我，用的会是什么手段？你应该知道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在专业领域作弊。作为航天员，作弊是对这片星空的侮辱。我不恨你，恨也是一种情感，而我已经删光了。但你做的事必须付出代价，这不是报复，这是规则。没成功，他早有准备。他也会因为我的存在而开心，那种眼神，我被爱得太习惯了，习惯到以为永远不会消失。我们要一起飞向河外，因为我爱你啊。对不起，晚星，等我拿到名额，等我站稳位置，我会补偿你，我用余生补偿你。喂。上次说的是
可以准备了。明天搞核现场，我需要在孟晚星的设备上做一点手脚，让它看起来像是设备故障，不需要造成严重伤害，只要让他无法完成比赛就行。事成之后，钱打到老账户。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再也不用做这种事了。等我拿到了河外之旅的名额，所有的事都会被原谅的，到时候他会为我骄傲的。这里要画超亮的星星，这样我们飞上去的时候才不会迷路，还能照亮你爸爸妈妈来找你的路。我爸爸妈妈真的在那边吗？当然啦，我妈妈说了，你爸爸妈妈在河外当航天英雄呢，所以你要飞去找他们。那我们拉钩，一起飞到河外去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小时候的记忆还没有被删除，果然回想起来还是有感觉的。我留着这段，不是舍不得吴燕，是舍不得那个对星空充满向往的小女孩，是舍不得那个在我最灰暗时递来2块糖的小男孩。晚星，你全部清理完了？还剩最后一段，儿时的记忆没删。为什么？你不会是对吴燕还有旧情吧？我删掉的是利用、背叛、情爱，不是初心。那段记忆里没有算计，没有伪装，没有成年人的勾心斗角，只有2个小孩约定一起飞向河外。那是我航天梦的起点，我想留着。而且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，童年的吴燕是真心的。那个给我递糖的小男孩没有算计，没有表演，他只是纯粹的想让一个哭泣的小女孩不再哭。我选择留着这段记忆，不是原谅后来的他，而是珍惜最初的他，珍惜那个曾经真诚过的人，即使他后来变了。晚星，我有没有说过，你现在这个样子比任何时候都耀眼？不是那种收敛锋芒的温柔，是真的从内到外的耀眼。谢了，倩倩。晚星，你做到了 ！S 加级满分通关，基地的记录被你破了。之前的记录是8年前季学哥留下的，他当年破了后说能破这记录的人还没出生呢，他肯定没想到是你。还好没训练的时候总会想他在干嘛，他吃了吗？他今天有没有不开心？现在什么都不用想，只想着操作面板。这个时间点，这条消息，这是谁发的？有可能跟吴燕有关的人，也许是他身边的人。看不下去了，不管可不可信，都要做好准备。设备我会自己检查，全程不留任何可乘之机。备份系统、独立电源、数据加密，我全部重新配置一遍。我帮你盯着场地监控，明天现场有任何可疑人物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好，我今晚不回家了，在基地过夜，所有设备重新调试一遍。你说你只是爱孟晚星的灵魂，那我来看看你的灵魂有多干净。这个号码我查过了，是谁？许愿。他在考核前一晚给纪律组交了所有证据，设备操控人的通讯记录、转账凭证、吴燕指使他做的事儿，今天凌晨发的举报，今天早上给我发的提醒。他怎么就突然转了性了？不是突然，是被彻底看穿之后，从虚假的梦里醒过来了。人被捧上天堂，在摔进地狱的时候，总要抓住点什么。他选了举报吴燕，不是为我，是为他自己。那你打算怎么对他？他的证据帮了大忙。至于他，我不需要原谅他做过的那些事，但我也不会否认他在最后关头做了对的事，这就够了。
观众朋友们，本届河外之旅最终考核在线观看人数已突破3000万，创下航天选拔赛事历史新高。现在，我本届河外之旅最终考核正式开始。现在，我宣布，本届河外之旅最终考核理论答辩3项全程公开透明，综合得分最高者获得唯一河外飞行名额。他检查的那么仔细，连备用电源都带了2套，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不可能，我找的那人很专业，不会被发现的。不要想了，已经回不去了。20年的感情，7年的婚姻，那个说好要一起去河外的约定，都已经回不去了。现在唯一能抓住的就是这个名额，只有这个名额是我7年心血的最后回报。第一位出场，孟晚星博士。选手满分，而且全程操作过程心率不超过70，这是何等的冷静与沉稳。他满分，我必须也满分才有机会，否则第一轮就被拉开差距，后面就更难追了。该死，他坐在下面看着，我一定不能输给他，必须冷静。可是越想冷静，手指越不听使唤。是我太多。吴燕选手得分60，他犯了4个错误：燃料分配错误、规避路线选择失误、通讯恢复超时、操作过程中心理负荷指数超标。幸好我做了准备，这一局输掉了没关系，只要让孟晚星在下面的比赛里受点小伤，被迫退赛，到那时候名额已经是我的了，没有人会再追究一场意外。对不起晚星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如果放弃这个名额，我这7年来的所有努力、所有牺牲、所有出卖，我不能让这些变成笑话。接下来是应急处置。本轮规则，选手需要在随机生成的极端环境中，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所有应急处置任务，任何一项遗漏或超时都会导致严重扣分。第一位登场的选手依然是孟晚星。孟晚星选手面临的场景是粒子风暴导致飞船电力系统全餐，生命维持系统仅剩15分钟的备用电力。这意味着他必须在15分钟内手动重启所有关键系统，否则舱内氧气将耗尽。孟晚星选手再次取得满分。首席评委更是给出了最高评级，称他的危机处理节奏堪称教科书，建议纳入培训教来。孟晚星，你好棒！怎么回事？我明明都安排好了，为什么这个设备没有发生爆炸？为什么他没有受伤？怎么回事？你的所作所为早就被许愿举报了，我也早向举办方反映过问题了，你动的手脚就被排除了。跟你接头的那个人刚才应该已经跑了吧？没关系，警察就在外面等着他，下一个被抓的就是你。接下来，吴燕选手的急处置环节，他抽到易破损，电力损失受损，生命维持系统仅剩8分钟备用电力，请开始。撞击，舱壁破损，电力系统受损，生命维持系统仅剩8分钟备用电力，请开始。该死，为什么是外部修补？判断错误。吴燕选手得分65分。操作过程出现了3个明显失误，方案选择错误，流程顺序混乱，关键节点超时，与目前领先的孟晚星选手存在较大差距。我明明可以满分的，这个场景我训练过上百次，为什么今天会出错？为什么偏偏是今天？还有理论答辩，我有把握翻盘，一定要翻盘，不能输，绝对不能输给他。比赛继续，大屏上随机抽取题目，由选手需要在资深航天专家现场口述解答，由3名资深航天专家现场打分。假设飞船星空遭未知引力异常，所有预设航线全部失效，请写下你的应急处置逻辑。第一步，确认飞船当前坐标及相对引力源的位置关系。我会采用船在3点沿地，使用从当模型定位法，优先保障 B 皮处通信系统的电力供应。推进系统只在录音确认后起，避免临时变动导致燃料浪费。孟晚星博士，你的回答是我参与评审以来听到的最完整的危机应对方案。恭喜孟晚星选手又一次取得满分。吴燕选手，请随机抽取答辩题目。他的题目是：假设飞船在深空遭遇未知粒子风暴，请写下完整的应急处置方案。吴燕选手取得了70分的成绩。完了，即使后面还有分数叠加，但前面失去的那些满分，已经不能追回来了。现在，我正式宣布本届河外之旅唯一飞行名额获得者是孟晚星。
又抓了。他供出我了吗？他会不会？不，他不会。我付了足够多的钱。晚星，吴燕同志，关于本次考核中的设备异常情况以及赛前匿名举报事件，纪律组需要您配合调查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比赛开始前，主办方就检查过所有的设备了，这一切不过是瓮中抓鳖罢了。那份小意外不可能发生。怎么发现的？你忘了，宇航服的环境监测系统会记录一切异常数据流。有人给我发了提醒消息，也有监控室里的人看到你和操控台人员的接触。吴燕，你以为你做得很隐秘，但你从来没想过一个问题：信任是消耗品。你这么多年消耗掉的信任，让你身边已经没有愿意替你保密的人。举报信也是我，所有的事都是我做的。你早就知道，那你为什么不揭发我？你可以直接把我送进去。因为我不想把审判变成私仇。举报信的事，纪律组自然会查清楚；设备的事，他们已经抓到了现场证据。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由规则来审判，不是我来审判。作为候选人，作为被你算计的人，我只需要做好一件事，确保自己不被你影响。我弄丢的不只是他的爱，是我自己。吴燕同志，根据我们目前的调查，匿名举报邮件是从你的个人设备发送的 ，IP 地址和设备编码均与你匹配。考核现场被抓获的设备操控人员已供出你是幕后指使者，并提供了完整的通讯记录和转账凭证。你承认这些事实吗？承认。举报信是我发的，设备手脚是我安排的，没有其他人参与，都是我一个人做的。你了解后果吗？取消候选人资格，3年内禁止参与任何航天项目，记入个人档案永久留存。情节严重的还会面临刑事追诉。根据航天法第42条，破坏航天设备安全，干扰航天人员选拔，最高可处3年有期徒刑。知道，我接受所有处罚。后续流程会有专人通知你。在正式处分决定下达之前，你不得离开本市，不得进入任何航天基地和航天局办公区域。请你签字确认。那时候我是真心的，我真心崇拜你，真心想和你一起飞向河外。你说你想看看河外星系是什么样子，我说我一定带你去。那些话不是演的，不是算计的，是真心话。后来崇拜变成了嫉妒，嫉妒变成了不甘。我想要的越来越多，能付出的越来越少。我开始算计你，利用你，同时骗自己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。但我心里知道，那个未来里只有我自己的野心，没有你。我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。21年前，我把糖分给他的时候，我只是想让他不要再哭了。21年后，我连让他哭的资格都没有了。婉星，吴燕的处分下来了，取消候选人资格，3年内禁止参与任何航天项目，还要面临刑事追诉。航天署发了正式公告，全基地都知道了。比我预想的轻，我以为会永久除名。不够吗？够不够是规则说了算，我不审判他。我说过了，规则会审判他，不是我来审判。真没想到，最后举报吴燕的人是许愿，他真是自食恶果。他的证据帮了大忙，设备操控人的通讯记录、转账记录都是他提供的。他倒是把自己的路走宽了。他也是被利用的人，区别在于我挣脱了，他还没有。但他至少做了对的事儿，迟到了，但不缺席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离婚的事儿呢？我打算和他正式谈离婚。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算计之上，是时候彻底结束了。7年，够了。
明天找个时间谈一谈。这是离婚协议书，我签好了，你的部分也在这里。财产分割，我请了专业律师核算，双方各取应得部分。房子归你，这套房子本来就是用你的公积金还的贷款。婉星，我能先问一个问题吗？你问。你是不是用了记忆删除器？基地那个新项目，定向剥离情爱记忆的情绪，只保留事实和认知。是，删掉了婚姻、大学、高中，只留下童年那段。为什么要留着童年？因为那段记忆里，你是真心的。那个给我送奶糖的小男孩，没有算计，没有表演，没有野心。他只纯粹的想让一个哭泣的小女孩不要再哭。那段记忆是我的初心，我航天梦的起点，我不会删。你没有删的那段，恰恰是我这些年最怀念的。每次做那些事儿，利用你伤害你，在背后捅刀子，我都会想起来小时候的我是怎么对你的，然后我告诉自己那都是以前的事了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必须狠下心来。但你把它留下了，你没有删，你把它留下来了。对不起。这句对不起，我收到了，保重。婉星，离婚的事办完了，签了，协议书、财产分割、法律程序都走完了。我和吴燕之间只剩最后一道手续，等他从调查期出来，去民政局办证。太好了，总算是彻底结束了。接下来你只需要专心准备河外飞行。你又要训练，你都快成训练狂了。后天就要飞往河外了，我得确保每一个动作都是肌肉记忆，不能有任何差错。请孟晚星学员准备充分，我们将定于后天上午8时正式启程，执行河外星系探测任务。本次任务预计飞行时长72小时，到达河外星系预定空域后，进行观测与采样，然后按计划返航。这将是我国第一次载人河外飞行探测。感谢各位领导和同事给予我这个宝贵的机会，我一定不负众望，在河外星系认真勘测每一个数据，为航天未来的发展做出贡献。那个说我们要一起飞向河外的约定，最后是他一个人去完成了。也好，他本来就应该一个人去，他不需要任何人帮他实现梦想，他从来就不需要。婉星，有事儿？后天起飞，我能去送行吗？不是以丈夫的身份，以航天的同事，就当是送一个即将出征的同行。可以，谢谢。婉星，如果我当初没有变成那个样子，如果我没有走上那条路，我们是不是真的会一起飞向河外？这个问题，你应该问你自己，而不是问我。你的人生怎么走的，只有你自己知道答案。婉星，大胆往前飞，不用惦记这边，我们所有人都会守在指挥中心盯着你的行程，一定要平平安安回来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带着新的发现平安归来，绝不辜负这么久的准备。这是我之前整理的河外空域资料，包括特殊状况的应对方案，各种极端情况的备用航线计算，可能你已经都掌握了，但还是想交给你。
这是高中时候的。一直留着，从高中到大学，到结婚，到离婚，没舍得扔。我会好好用的，这些数据很扎实。平安回来，整个国家都在等你凯旋。这才是属于他的人生，而属于我的人生需要从头开始。地面指挥中心收到，请讲。地面指挥中心，航天员孟晚星所有设备自检完毕，状态良好，请求准许发射。准许发射。孟晚星同志，祝你飞行顺利，我们地面见。童年那个缩在角落的小女孩，你看到了吗？我们做到了。那个说要和你一起飞向河外的小男孩，谢谢你最初的2块糖，他们是我走出黑暗的第一道光，但剩下的路，我自己走。这是我自己的星辰大海，谁也不能替代，谁也不能收回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点火发射！飞起来了，晚星真的飞起来了，他做到了，他真的做到了。他终于奔赴他梦寐以求的宇宙，不是以吴燕的太太的身份，是以航天员孟晚星的身份。这才是他应该成为的样子，不是任何人背后的女人，而是站在最前面的那一个。再见，晚星，谢谢你把那2颗糖留下来了，那是这20年里唯一还没被我弄脏的东西。河外，我终于来到了，这也太美了。还能哭，童年那段记忆的情感残留比我想象的更深。这些眼泪不是为任何人流的，是为这片星空，是为我自己。地面指挥中心，孟晚星已进入河外星系预定探测空域，现在开始正式启动勘测任务。这是从未被全球航天总署收录的新型星际介质。地面指挥中心，孟晚星在河外空域捕捉到全新星际物质样本，完整观测数据已全部回传。初步判断是未被收录的新型星际介质，光谱特征与所有已知物质均不匹配，请总署科研组解析核认。数据完全属实。所有交叉验证全部通过，这确实是从未被收的新型星际介质。孟学员这次的发现填补了河外星系物质研究的空白，这是国家级重大航天突破。我就知道晚星一定能有所发现。这么多年的坚持，这么多年的训练，全都值得了，全都值得了。立刻将这一发现上报，并通知孟晚星同志，他的发现将被命名为晚星介质，收录入国际航天物质数据库。他本人也将获得本年度国家航天功勋奖章的提名。晚星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在河外发现的东西，以后就叫你的名字了。吴燕，你走丢了，但那份最初的约定我自己完成了。我不会原谅你做的事，但我会记住你递来的糖。那2块糖和这本笔记是属于童年吴燕的，不是后来那个算计我的男人。
童年那个缩在角落的小女孩，你看到了吗？我们不仅飞到了河外，我们还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地面指挥，河外探测任务全部完成，样本已安全保存，返航轨道已校准，申请返航。准许返航，孟晚星同志，我们在发射场等你凯旋。晚星，你太棒了，太让我骄傲了！你知道你在天上发现了什么？是全新介质，你发现了新物质，整个航天界都炸了！科研组的老头们哭了一桌子。谢谢庆庆，我成功了，我们一起成功了。我负责飞，你负责在地面做我最坚实的后盾。你好，孟晚星同志。孟晚星。20年前，我说要和你一起飞向河外。20年后，你一个人完成了我们的约定，而我应该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。